你手邊那個保溫杯，我猜你已經用它裝過不少東西。早上裝過熱咖啡，中午裝過奶茶，下午裝過豆漿，晚上運動完又拿它裝過檸檬水。一個杯子走遍你的一整天，你甚至覺得這樣才叫做把它用到最好。可是我今天要先講一個實驗結果，讓你聽了會有點坐不住。實驗室做過一件事，他們把一杯剛買回來的溫豆漿倒進一個乾淨的保溫杯，鎖緊蓋子，就這樣放着，不是放一整天，只是放6小時。6小時差不多就是你早上出門到中午吃飯的距離。時間到了，檢驗人員打開蓋子，取樣、培養、數菌落。結果出來的那一刻，據說負責的人看了一眼數字，二話不說就把那個杯子直接丟進了要銷毀的桶子裡，不是洗一洗再用，是直接淘汰。為什麼一杯豆漿放6小時，可以把一個受過訓練、天天跟細菌打交道的檢驗人員嚇成這樣？問題到底出在豆漿身上，還是出在那個保溫的杯子身上？這就是今天要跟你講清楚的事。保溫杯這個東西，它最厲害、最值錢的本領就是保持溫度。你花錢買的就是這個功能。可是你有沒有想過，對細菌來說，某一段溫度剛剛好就是他們的天堂，是他們拼命生小孩、開分店、擴張地盤的黃金地帶。你的保溫杯很不巧，非常擅長把飲料維持在那個溫度裡面，而且一維持就是好幾個小時。所以問題從來不是保溫杯有毒，也不是它品質不好，問題是你倒了什麼進去，還有你讓它在裡面待了多久。今天這支影片我會實測給你看，到底哪3種飲料是永遠不要倒進保溫杯的。我也會帶你看那個你每天用卻可能從來沒有拆下來洗過的東西，就是杯蓋裡面那一圈軟軟的膠圈，那一圈才是很多人家裡保溫杯真正的髒源。到最後我會告訴你保溫杯到底該怎麼洗才對，還有下次買杯子要看哪3個地方。你先記住一件事，今天的重點不是叫你把保溫杯丟掉，而是讓你從今天開始用對它，看到最後你會發現最容易中招的那一種飲料，可能就是你最愛裝的那一杯。我們先從最根本的地方講起，就是溫度。你要先搞懂細菌是怎麼繁殖的，後面所有的事情你才會通。醫界有一個講得很白的觀念，叫做危險溫度帶。這個範圍大概落在攝氏7度到60度之間。你把它記成一句話就好，7到60度就是細菌的遊樂園，低於7度，像冰箱冷藏那樣，細菌會冷到動不了，繁殖速度慢下來。高於60度，像滾燙的熱湯那樣，大部分細菌會被熱到活不下去。可是中間這一段不冷不熱，溫溫的，對細菌來說就是最舒服的溫床。細菌繁殖有多快？這件事你一定要有畫面感。細菌是用分裂的方式生小孩，1個變2個，2個變4個，4個變8個。在最舒服的溫度裡面，有些常見的細菌大概每20分鐘就可以分裂一次。你算算看，20分鐘變2倍，1個小時就是8倍，2個小時就是64倍，以此類推。放到6小時，放到7、8個小時，原本你看不見的少幾隻，就會變成一個天文數字。研究上常說，適合的條件下，細菌幾個小時內就能繁殖到幾百倍，甚至上萬倍。這不是嚇你，這是他們本來就會做的事。那保溫杯的問題在哪？就在這裡。你早上裝一杯熱豆漿，溫度可能有70、80度，一開始很安全。可是保溫杯不會一直維持那麼燙，它會慢慢降，降到某個時間點，杯子裡的溫度剛好滑進7到60度那個危險帶。然後重點來了，它會很盡責的把溫度卡在那裡，幫你維持好幾個小時。你花錢買的保溫功能，這時候反而變成幫細菌保溫的功能。你把同樣一杯豆漿放在桌上的馬克杯裡，它很快就涼了，涼到室溫，細菌是會長，可是溫度沒那麼剛好。但你放進保溫杯，等於幫細菌訂了一間恆溫套房，包吃包住，還幫它關燈保暖。你說哪一邊長得快？而且保溫杯還有一個你沒注意到的問題，就是它是密封的。你一鎖蓋子，裡面就是一個封閉的小空間。有些細菌本來就喜歡這種悶悶、不太透氣的環境，溫度又剛好，養分又充足，空間又封閉。對細菌來講，天時地利人和全部到齊。那你可能會問，
那我裝白開水呢？白開水也會這樣嗎？這就是關鍵了。白開水裡面幾乎沒有養分，細菌就算進去了也沒東西吃，長得很慢。可是如果你倒進去的是有料的飲料，有糖，有蛋白質，有各種營養，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細菌一進去，發現滿桌都是大餐，溫度又剛好，那不是繁殖，那是狂歡。所以你現在應該可以猜到，問題最大的就是那些又營養又容易變質的飲料，而排在名單最前面的就是接下來要講的這2樣，豆漿跟牛奶。這2杯到底在6小時後變成什麼樣子？說出來你可能今天早餐就不敢這樣裝了。我們先講豆漿。豆漿為什麼是保溫杯的頭號地雷？你想想，豆漿是什麼做的？黃豆磨出來的，裡面滿滿都是蛋白質。蛋白質是什麼？對細菌來說，那就是最頂級的營養餐。你把一杯充滿蛋白質的溫豆漿倒進一個會幫你保溫的杯子，鎖起來放着，等於是幫細菌準備了一頓吃到飽自助餐，還幫他們控溫。實測是怎麼做的？把剛買的溫豆漿分成2份，一份放保溫杯鎖緊，一份當對照，放6小時之後，兩邊都取樣去培養樹菌落。放保溫杯那一份，菌落數量常常是嚇死人的多，跟一開始比可以差到幾百倍甚至更高。你光看數字沒感覺，我用你能懂的方式講。有些變質的豆漿，你打開蓋子會聞到一股酸酸的悶悶的味道，豆漿本來的香味不見了，變成一種怪味，有時候還會看到一點點稀稀的分層的樣子，這代表細菌已經在裡面開了好幾代的同樂會了。牛奶也是一模一樣的道理，甚至更誇張。牛奶的蛋白質、乳糖、脂肪，通通都是細菌最愛的養分，而且牛奶特別容易敗，你一定有經驗，牛奶放到壞掉會結塊，會臭酸，那個過程在保溫杯裡的溫度下會加速發生。這邊我要講一個真實感很強的例子，有一位68歲的陳大哥，退休以後很養生，每天早上都去菜市場旁邊那間豆漿店買一大杯溫豆漿。他很聰明，想說用保溫杯裝着，可以邊走邊喝，喝不完帶回家，中午再喝，一杯當2餐，又暖又省。他這樣做了好一陣子，有一天中午，他把早上剩的半杯豆漿喝掉，下午就開始肚子絞痛，跑廁所，整個人虛脫。家人帶他去看醫生，醫生問了他的飲食，一聽就搖頭。問題不在豆漿本身，豆漿是好東西，問題出在保溫杯裝了大半天。醫生跟他說，你等於是把細菌養好養滿，再一口氣喝下去。陳大哥後來跟鄰居講起這件事，才發現原來大家都這樣裝，只是他運氣比較不好，先中招了。所以豆漿跟牛奶，這是第一組，絕對不要用保溫杯裝着放。你真的要帶，就用玻璃瓶或一般的杯子，而且盡快喝完，不要放到中午，放到下午。這第一組講完了。那接下來的酸性飲料，問題就不只是細菌了，而是會多出一個你看不到的東西，從杯子裡跑到你的飲料裡。第二組，酸的飲料。這一組的問題跟豆漿牛奶不太一樣，豆漿牛奶是養細菌，酸性飲料是傷杯子，而且會傷到讓杯子裡的金屬跑出來。你想想，你平常會用保溫杯裝什麼酸的？檸檬水，很多人夏天最愛氣泡飲、可樂、汽水，還有一些人喜歡自己泡的果醋、水果醋。這些東西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的酸度比較高。現在市面上大部分的保溫杯內膽是不鏽鋼做的，不鏽鋼平常很乖很穩定，你裝水裝茶都沒問題。可是不鏽鋼最怕的就是又酸又高溫又放很久，這種組合，當你把酸性飲料倒進去還是溫熱的，又鎖着放好幾個小時，這個酸性環境長時間泡着不鏽鋼，就有機會讓內膽裡的一些金屬成分慢慢釋出，融進你的飲料裡。你可能會說，金屬跑出來一點點，有差嗎？我喝下去會怎樣嗎？偶爾一次，量很少，身體大多能處理掉，你不用太恐慌。可是重點是，長期天天這樣，你每天用同一個杯子裝酸的，放很久，金屬一點一點累積喝進去，這個賬算久了就不好看了。而且更麻煩的是，如果你的保溫杯是比較便宜，材質標示不清楚的那種，你根本不知道它用的是什麼等級的不鏽鋼，那風險就更難講。還有一個你會親眼看到的訊號，
有些人用保溫杯裝久了酸的東西，會發現內膽表面出現一點一點的小斑點，或是霧霧的，不再光亮，甚至摸起來怪怪的。這其實就是內膽被酸性慢慢侵蝕，生了類似鏽斑的痕跡。一旦內膽表面被破壞，它保護的能力就下降，之後就更容易繼續釋出金屬，變成惡性循環。這種杯子，說真的，就別再拿來裝喝的了。所以檸檬水、氣泡飲、果醋這一類酸的東西，這是第二組，不要裝。你真的想帶檸檬水，可以用玻璃瓶，或是回家再泡就好。不要讓酸的東西長時間泡在不鏽鋼杯裡。這一組是酸傷杯子，那下一組更狠，有2種東西，一種會腐蝕，一種會又酸又甜，把2種壞處擠滿，連專門顧健康的人都很容易中。第3組，我要點名2個很多人想不到的，就是中藥還有運動飲料。先講中藥，這一個特別要提醒愛養生的長輩，很多人會去中醫那邊拿藥，拿藥膳的湯，或是自己在家熬四物、熬補湯，熬好一大鍋，想說用保溫杯裝着，出門在外也能喝溫的，方便又養生。這個想法很好，可是做法有風險。中藥湯的成分非常複雜，裡面有各種植物的萃取物，有些藥材本身帶有一定的酸鹼性或特殊成分。這些複雜的成分長時間高溫泡在不鏽鋼內膽裡，一樣有機會跟金屬起反應，讓某些金屬釋出，甚至影響到藥材本身的成分。你本來是想喝了對身體好，結果因為裝的方式不对，反而多喝進一些不該喝的東西，這就很冤枉了。再來是運動飲料，這個真的是很多人的盲點。你想想，你什麼時候會喝運動飲料？通常是運動流汗或是身體不舒服的時候，這種時候你更需要乾淨的補充。偏偏很多人就是用保溫杯裝着一整天慢慢喝。運動飲料壞就壞在它是又酸又甜的雙重打擊。它為了口感，通常帶有酸味，這個酸會傷杯子、催金屬。它同時又含有糖分跟電解質，糖是細菌超愛的養分，等於又幫細菌加菜。一杯運動飲料倒進保溫杯，放溫溫的好幾個小時，一邊在腐蝕杯子，一邊在養細菌，2種壞處一次收集完成。我再講一個你可能沒想到的場景，夏天很多人爬山健行，前一晚就把運動飲料倒進保溫杯冰起來，或是早上裝着，結果一走就是大半天，爬到山上流一身汗拿出來喝。你以為喝的是清涼補充，其實那杯已經在裡面又酸又甜的悶了7-8個小時，喝下去補的到底是電解質還是細菌？這個賬很難算。所以你把前面3組合起來看，規則其實很清楚。保溫杯最適合裝的是白開水，還有放涼一點的茶。這些東西養分少，又不是強酸，細菌不容易大爆發，也不太會傷杯子。而豆漿牛奶這種高蛋白的，檸檬水、氣泡飲這種酸的，中藥運動飲料這種成分複雜又酸又甜的，通通都要避開。講到這裡，你以為髒的只有飲料嗎？其實還有一個地方比飲料更容易髒東西，而且它就躲在你天天用的杯蓋裡面，大部分的人一次都沒拆下來洗過，這個才是真正的隱藏魔王。現在我要你去拿你的保溫杯過來，看着它的蓋子，你有沒有看到蓋子跟杯身接觸的地方，或是掀蓋按壓那種蓋子的內側，有一圈軟軟的，通常是白色、透明或彩色的膠圈，那個叫做矽膠密封圈。它的功用很重要，就是靠它，你的保溫杯才不會漏水漏湯，倒過來也不會滲出來。可是問題就在這裡，這一圈膠圈是可以拆下來的，而絕大多數的人從買回來到現在從來沒有把它拆下來過。你平常洗杯子就是杯身沖一沖，蓋子沖一沖，這一圈膠圈的底下縫隙裡你根本沒洗到。你想想看，這一圈膠圈天天接觸的是什麼？是你裝過的豆漿、奶茶、咖啡的殘留。這些帶着糖分、蛋白質的液體會滲進膠圈跟蓋子之間那條細細的縫，那條縫又濕又暗又有養分，對黴菌來說簡直是5星級的家。所以很多人把膠圈拆下來的第一次都會被嚇到，先開一看，膠圈底下那圈黑黑的點點的，那個就是黴菌，
還有細菌長成的一層垢。我教你怎麼檢查，找個光線好的地方，把杯蓋的矽膠圈順着它的邊緣，用指甲或乾淨的小工具輕輕摳起來，整圈拆下來，然後翻過來看它的背面，還有看蓋子上原本卡膠圈的那一圈溝槽。如果你看到黑色的斑點、灰灰綠綠的東西，或是聞到一股霉味、酸味，那就代表你已經喝了不知道多久的霉菌水了。有些人看到这裡會怕，想說那乾脆把膠圈丟掉，不要裝，千萬不要。沒有那圈膠圈，你的杯子會漏，而且密封不好，反而更容易讓髒東西跑進去。正確的做法是定期拆下來洗，洗完晾乾再裝回去。1個禮拜至少拆下來洗一次，你就會安心很多。那到底要怎麼洗才洗得乾淨？光用清水沖是不夠的，尤其是那些油油的卡垢的地方。這時候你家廚房裡2個很便宜的東西就派上用場了，一個是小蘇打，一個是檸檬酸。這2樣怎麼用，分別對付什麼髒，這就是接下來要教你的重點。先講觀念，再教做法。保溫杯的髒大致分2種，一種是有機的髒，像是茶垢、咖啡垢、奶垢，黏黏的、卡卡的那種，這種用小蘇打最好對付。另一種是水垢，就是你長期裝水，杯底、杯壁出現白白霧霧，摸起來粗粗的那層，那是礦物質沉積，這種用檸檬酸最有效。先講小蘇打，做法很簡單，你在保溫杯裡倒進1到2小時的小蘇打粉，然後沖進熱水，大概裝到8分滿。這時候先不要急着鎖蓋子，因為小蘇打遇熱會有一點氣泡，鎖太緊裡面壓力會上升，你就讓它泡着，泡個半小時到1個晚上都可以。小蘇打是弱鹼性，它可以把那些油油的、酸性的垢慢慢分解軟化。泡完之後，拿專門洗杯子的長柄刷伸進去，把杯壁、杯底刷一刷，你會發現原本刷不掉的茶垢、奶垢變得很好清。刷完用清水沖乾淨就好。再來是檸檬酸，專門對付水垢跟霧面，做法也差不多。1小時檸檬酸粉倒進杯裡，加溫熱水泡着，泡個1到2小時。檸檬酸是酸性的，它可以把那些礦物質水垢溶掉。泡完你會看到杯子內壁重新變得比較亮。這裡要特別提醒2件事。第一，檸檬酸是酸的，所以它是拿來偶爾深度清潔用的。泡完一定要沖乾淨，不要天天泡，更不要泡了整晚不管。道理跟前面講的一樣，酸的東西長泡不鏽鋼不好。第二，小蘇打跟檸檬酸不要同時倒進去，一個鹼一個酸加在一起會中和，還會冒一堆泡，2個都白費了。要用就分開用，今天用小蘇打，改天再用檸檬酸。那個最容易藏霉菌的矽膠圈怎麼洗？拆下來以後，可以用小蘇打水泡一泡，再用軟刷或舊牙刷把它的正反面還有溝槽通通刷過一遍。刷完沖乾淨，重點來了，一定要完全晾乾再裝回去。你如果洗完濕濕的，就馬上塞回蓋子，那條縫又變回潮濕的溫床，霉菌很快又回來了。所以洗完把膠圈跟杯蓋分開放，通風處晾到全乾，再煮回去。還有一個平常的小習慣，幫你省很多麻煩，就是每次喝完不要讓杯子空着鎖起來放，用完盡快沖洗，蓋子打開倒過來放，讓裡面通風晾乾。細菌跟霉菌最怕的就是乾燥，你讓杯子隨時保持乾爽，它們就很難住下來。這個習慣不花錢不花力氣，卻比你用什麼高級清潔劑都有效。這邊順便回答幾個大家最常問的問題。第一個，那咖啡呢？保溫杯到底能不能裝咖啡？偶爾裝，而且很快喝完是還可以，但你要知道，咖啡也帶一點酸，又常常加奶加糖，加了奶跟糖就等於同時具備酸跟養分2個壞條件，所以黑咖啡短時間喝完問題不大，但拿鐵加糖的咖啡還是不要裝着放大半天。第二個，那我裝滾燙的，剛煮好80幾度的東西，是不是就不會長菌？一開始很燙，的確比較安全，可是保溫杯會慢慢降溫，只要時間夠長，溫度一定會滑進那個危險帶。你不可能整天都維持在滾燙，所以趁熱不等於整天安全，關鍵還是別放太久。第三個，茶裝一整天可以嗎？淡茶、放涼的茶，養分少，
算是保溫杯裡比較安全的選擇。可是如果你的茶加了糖、加了料，像手搖那種，那就要另當別論。加了糖就跟前面講的一樣，等於幫細菌加菜。你看，問題永遠繞回同一個核心，就是養分跟時間。洗對了，用對了，最後還有一個源頭問題，就是你手上這個杯子本身到底是不是一個好杯子。如果杯子本身材質就有問題，你再會洗也是白搭。所以最後我要告訴你，下次買保溫杯要盯緊哪3個地方，這3個指標記起來，你以後買杯子不會再被外形跟顏色牽着走。第一個指標，材質，這是最重要的。你買保溫杯一定要看內膽的鋼材標示，市面上比較常見也比較讓人安心的是標示304或316的不鏽鋼。你可以簡單記，316通常又叫醫療級或食品級，耐酸耐蝕的能力比304更好一些。304則是很普遍的食品級選擇。重點是你要買有清楚標示材質的杯子。如果一個杯子便宜到不合理，又完全不寫它用什麼鋼材，或是只寫模糊的高級不鏽鋼，那你就要小心，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它裡面到底是什麼，天天拿來喝，這個險不值得冒。第二個指標，結構，這裡講的就是前面那個魔王，杯蓋的設計。你買之前先看看它的杯蓋，那圈矽膠密封圈拆不拆得下來？一個設計良好的保溫杯，膠圈應該是可以輕鬆拆下又能裝回去的。如果一個杯子的膠圈是死死粘住，根本拆不下來的，那代表你以後永遠洗不到那條縫，霉菌住進去你也拿它沒辦法。另外，杯蓋的結構越簡單越好，那種一堆按鈕、一堆彈簧、一堆小零件的花俏蓋子看起來很厲害，其實每一個縫隙都是藏污納垢的地方，越難洗。簡單、好拆、好洗才是真的好。第3個指標，塗層。有些保溫杯內膽會做一層特別的塗層，講得很漂亮。這裡你要有2個觀念。第一，如果是有塗層的杯子，你要確認它是安全耐用的塗層。第二，也是更實際的，你要好好保護那層內壁。不管有沒有塗層，都不要用堅硬的鋼刷、菜瓜布用力去刮內膽，不要裝強酸的東西泡很久，因為一旦內壁被刮花、被酸蝕破壞，不管原本多好的杯子都會開始出問題。所以與其糾結塗層多神，不如記住好好對待你的杯子內壁，不刮它，不酸泡它，它才能長長久久的保護你。好，講到這裡，今天的內容差不多了，我幫你把最重要的3個重點帶回家。第一個重點，保溫杯不是什麼都能裝，豆漿、牛奶這種高蛋白的，檸檬水、氣泡飲這種酸的，還有中藥、運動飲料這種又酸又複雜的，通通不要用它裝着放。保溫杯最好的搭檔就是白開水跟放涼的茶，它保的是溫，不要讓它連細菌一起保。第2個重點，真正的髒源是你從沒拆過的杯蓋矽膠圈。今天影片看完，第一件事就去把你的杯蓋膠圈拆下來看一看，聞一聞，有黑點有霉味就好好洗，1個禮拜至少拆洗1次。第3個重點，清洗跟保養其實很簡單，有機垢用小蘇打，水垢用檸檬酸，2個不要一起用。洗完一定要晾到全乾，再煮回去。平常用完就打開通風，別讓它濕濕地鎖住放。換你告訴我了，你平常最常用保溫杯裝什麼？是豆漿、咖啡還是檸檬水？你有沒有拆開過你的杯蓋膠圈？拆開的那一刻看到了什麼？最後一定要提醒你這一句，